确定我们要走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小岛国大发现，按一按，扫一扫，有可能这个是告诉我们那个地点在哪里。这是什么？奎龙是吗？哦，我懂，这个是给那些人去钓鱼的。我觉得这是养鱼的地方，专门养受伤的鱼的地方。它是餐馆。答案要去这个地方找。去江一 boy Ferry Terminal。哎，走了走了，我们马上就去了。月亮，我没事了。我们到。到了。我是九一，欢迎来到鱼口岸。哦，所以你就是这艘大船的负责人。负责人，对，你好。而且听说还是总经理哦。哇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找的答案全部都可以从你这边找到。是啊，对。太好了这个地方有点窄，我们去到顶楼吧。顶楼还有顶楼哇，啊！很多层楼哎，23次。不是下去下面吗？有没有？封闭式浮动水产养殖场。哇，有很多层呢。哇，大船大风。有点害怕，我不敢看下面。赶快啊！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哇，一望无际的大海。哇！哇，好壮观哦！其他奎龙都是露天的，你看这边，哇，有屋顶的嘞。对，其实我们不算是奎龙，我们是一个封闭式的养殖场，就是环境对我们的养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所以我们长期会有一个很 consistent 的供应。因为你讲环境嘛，如果那些鸟那些老鹰，它们会不会进来抓过你们的鱼？那些鸟会不会飞进来？这个问题很好这样你对老鹰不是很了解？其实老鹰需要飞的空间很大，所以基本上它飞到这边，它不能展示，对不不能对？高飞。所以没有鸟会飞进来抓你们的鱼啊？没有嘞。那说到了重点，为什么是浮动？ OK，浮因为动我在这里没有动嘛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没有动啊，很平静哎。对，我们说的浮动是这个科技可以去到不同的地点，哦。但是来到这边的话，你不会感觉它会有浮动。其实我们这个大船是在巴丹打造的所以我们在巴丹建造过后呢，我们从巴丹把它拖行回来到新加坡。 Now, the reason for me to start and to pursue this dream to develop a floating fish farm that is climate resilient and that can withstand and overcome the toxic algae bloom is because I saw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method, what we have in Singapore now, has not the ability to overcome all this. So in 2016, I submitted my patent for a closed containment floating fish farm, which I named the EcoArk. 那这个浮动的养殖场到底有什么特别？因为很多养殖场都是用淡水，你这里是用什么海水吗？我们还是用海水，对。那不会直接放在海里面养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这样放一个 container 一个 container？因为海水有细菌，还有一些污染的成分，所以我们用一些科技来过滤我们的水。那我们这个科技呢是北登德的，在新加坡跟澳大利亚，对。 讲话要大声一点哦。好的 ，OK。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到。请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基本上这个3个水管呢，是我们一直会不停的在把海水抽进来。然后来到你们后面，你看得到这个白色的地方呢，这个我们是叫 ground filter。 所以 ground filter 其实是给我们 remove 掉一些比较 visible 的 particles， 就是把肮脏拿出来。但拿肮脏呢，其实它不能杀菌，所以我们会用臭氧的方式来杀菌。
然后确保我们的水是干净的，才放到鱼池里面。我们的鱼在比较干净的环境生长，然后鱼的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。等一下，来，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，哎哎，这个什么？哦，尿尿啊？哎，不可能吧我？觉得是养鱼的，他们拿那个鱼来。煮的时候要煮它来吃的时候，可以喝，你可以喝，可以喝。你 try 啦。哦，哦，漏水啊，漏水啊，摇一下，摇一下。我可以喝嘛？但是那个水它里面有一些杂物。不对，有点粪便。粪便看回来。你可以跟我讲，这个是过滤过的吗？拜托你，因为我喝过。有啊有啊，我们都会经过 ozonation tower，所以刚才我说了是有包括杀菌。所以我都说可以喝的喽。哇，你们全部很厉害，讲可以喝，连我一个人喝。在出口那边呢，我们也是会做过一次 drum filtration，所以我们还是过滤那个水，然后才把它排出去。我们回去大海的水呢，甚至会比我们从前面抽进来的会干净一点。这里的鱼都是使用过滤的海水养殖的，完全没有污染的问题，也不会危害环境。来了，终于可以看鱼啦！好，哎，我一进来这里，我感受到好像很闷热，你们会觉得吗？温差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所谓在养鱼业里面的一个幼儿园，就是他们刚刚从鱼蛋发出来的鱼苗。所以这些 baby fish 的 temperature 我们会维持在26到30度左右。那这些 baby 鱼除了需要那个温度的特别照顾之外，还有什么需要特别照顾的吗？ OK，进来的海水呢，我们有在过滤多一次，我们经过一个 sand filtration， 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些鱼袋是一种我们叫 back filtration， 所以你看到那个水是很干净的。哇，这里明显的大很多。比较大，比较大。对，基本上他们出来这边，我们叫nursery 或者 kindergarten 的话呢，他们是差不多从2克以上到40克左右。这个是什么种类的鱼啊？我们这边是专注养的是金目鲈，我们养一种而已。我们还有龙虎斑，我们也有红鱼。所以这个缸里面呢有多少个，知道吗？估计的话呢，大概有2000到3000条。很多哎。金目鲈，快点吃，快高长大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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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吃buffet啊，buffet鱼的buffet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个鱼缸好吗？里面的鱼有什么特别？还有鱼缸，还有大鱼池啊！我以为就这样而已。哦，就是这里，对哇，特别大只，对，特别黑。特别好吃。什么特别好吃？它们还活着哎。说为什么我们会特地把这些挑成我们的种鱼呢？是当我们总统有来到我们这里做一个开幕，在总统来的前一天呢，这些鱼居然产卵了，它们是自然的产卵的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的象征，对我们也是好预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们做成我们的种鱼。我们的种鱼基本上它们生出来的鱼就是预备是要到市场给顾客享用。对，所以到了一个固定的规格800克到900克，我们就会捞鱼上来。所以现在你们也是有朝那个目标，养鱼，然后自己繁殖，然后有它们生出来的那些蛋，然后再重新再养，是这样吗？哇，哇，好壮观哦！哎，这是我看过最大的鱼池哎，有2个这么大。其实我们这里不止2个，我们有4个像这么大的鱼池。 4个鱼池？对。那一个鱼池有多大？它有多深？像一个这样的鱼池呢，它可以容纳500吨的水，然后深度是6米深，我们可以放进去的鱼大概是4到6万条鱼。所以都大大小小的鱼吗？还是一个size？就是刚才我们在那个 kindergarten 那里看到的鱼呢，大概40克左右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大鱼缸来养。 4到6万条，而且我们肉眼看这里是2个哎，所以整个养鱼场是多大？我们整个养鱼场的长度呢是48乘以28米。如果想要做一个比喻的话，就是一个奥林匹克的游泳池。小老婆大发现。 哇，
知道他在干嘛。这个是鱼饲料哎。对啊，这 fish storage 一个是大概4吨左右，所以我们有10个 storage room 的话是16吨的鱼料在里面，哇然后会自动发到那个鱼池里喂我们的鱼。黄色的structure 吗？对，我们从那边就会把鱼捕捞上来，然后直接做加工。哇！高科技嘞！哦，来！哇，这样一次这样捕捞可以捕捞几条鱼？其实这个网可以容纳差不多2000到3000条鱼。第一次看用这个钓秤机器来钓那个鱼起来嘞。对哦。所以这边应该差不多有200多条鱼吧。哇，200多条，这样的景观就很壮观了哎。没有想到养鱼也可以使用高科技，有了这些科技，我们一年365天都有新鲜和无污染的鱼吃。哇，很重哦。哇！比我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好多条鱼哦。真的是要感谢你们的科技啊！你看我刚才这样，如果我们一点一点这样捞起来，又重又费力又浪费时间。对啊，今天终于让我们见识到了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。来了。这个楼梯很斜，你们也要小心哦。很陡峭哎。很斜。刚才我们是在6米深的表面，我现在带你们去深入看一下这艘船。好啊。哎，等我。等一下，等我。很危险。哎，跑。要等老人家啊！老人家。快！这个很熟悉，这个非常熟悉，这个就是你们 send 给我们的那个 video。真的哎。谁谁？ ？Who is lucky one？哇，是 video 来的。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？它看起来像 MRT 嘞。不是吧？就是在那种看鱼的博物馆，可是后面是绿色的。在监牢拍的。对，因为监牢那些坐牢的人也是想要看一点海洋生物这样。渔场啊，渔场。渔场？不可能吗？这个看起来就是一般的那种，不是观赏鱼，好像是吃的吗？吃的，我觉得吃的这个是 restaurant。餐馆。餐馆是吗？监牢的餐馆。不要监牢了，没有人去监牢吃。哪里是监牢？这边哪里是监牢？哎呦，那是监牢里面的鱼。监牢是你自己讲的吧？对吧？明明就是养殖场嘛，对不对？ OK，so 基本上我们已经是在6米深的海底，我们周围都是水，就好像在 submarine 里面。哇！哎，但是我有个问题。不要举这么高。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这里要有2个洞呢？它是方便我们观察鱼健不健康，游的 OK 吗？水干不干净？所以这些我们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？这个哦，这个你猜一猜。battery。那个 CCTV 的 battery bank。呀 ，CCTV 的 battery，对我也自己。鱼的维他命。维他命啊，其实只是擦一擦玻璃。哦。看得比较清楚。你移动外面这个呢，其实它里面的也会跟着动，然后中间它有一块布是让你把玻璃擦干净。啊，好酷哦！来，你们过来一下。来了。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看？哇，哎，这特别小说，哎，这个像青蛙哎。青蛙。这只。你注意看的话，其实那些鱼一直在飘着。然后我们的 tank 其实有一个 cyclonic flow 呢，会让鱼一直在环境里面游泳。所以就是它一直在转着。其实刚刚我们在楼上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鱼一直在游同一个方向，所以它们一直在运动。它也是会帮助于它在成长的过程，它可以吃的比较多，它消化比较快了，然后就可以吃比较多东西嘛。对。哇，新鲜的鱼耶！其实你们看到这里的鱼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捕捉上来的。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是为一个渔场，
是有一个加工房在海上面。哦，对，就是当天我们捕捞，我们可以直接当天出售，而且还非常环保嘛，因为如果直接捞起来，然后直接斩杀，然后直接卖，其实那个旅程会比较短。对，其实就是 reduce carbon footprint 啊。OK， 看到鱼这么新鲜，有没有想要尝一尝我们的鱼？想，当然想。我的目光一直在鱼了，我完全没有关心左鱼在讲什么。口水已经流到地上了，看到没有，湿湿了。不知道我裤子湿到了，没有裤子湿到啊！我要被你嘴巴长后面呢，裤子流到后面去。哇，新鲜美味的鱼，我们来了！鱼皮很有 collagen 的嘞，你看它的肉好像很有水分的感觉。太阳底下呢，还晶莹剔透的。真的哎。哇，鲜甜饱满。能吃出海的味道。因为它是来自大海的味道，对啊最新鲜的。其实我来到这里非常感动，因为我常听到啊，奎龙养殖已经是夕阳工业了，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养殖场，我的心中有满满的希望啊。没错，新加坡人要吃到来自本地无污染海水、最鲜最优质的鱼，再也不是梦。说得好，继续吃鱼，继续。Yeah, our future plan is to be able to allow the ACOG technology to be adopted by our local farmers, and that Singapore is able to produce more in a lesser space in a more sustainable way. Once this is done, I think with more EQUAC in Singapore, we can produce more to feed Singaporean. At the same time, I hope that this technology can also be internationalized to the region around us an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. 政府希望在2030年，本地出产的农产品能满足国人30%的营养需求，所以食品局正加速推动我国农产品行业的高科技转型，采纳新的解决方案，提高生产力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减少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。这是个宏大的目标，让我们一起努力落实这个30-30的愿景吧。 小岛国大发现。欢迎大家收看《小岛国大发现》。现在是8点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今晚我们去大南，而且今天我们要特别的珍惜哦，因为它算是一个高速公路，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去的，我听说他们要 block off 整个达纳， Yes 就是没有车可以进来。只有我们可以进去。然后人生一次的机会，是，可是我们缺了一个人，为什么？郑龙哦，你没有觉得郑龙不在，他就不用来啊把。机会让给我们，我们一人一个镜头，耶！一个镜头。不用郑龙了，这样就不用来了，这样。是，因为我们要合作一块，合作一定会一定会对对，如果就我们以后我们两个做得好的话，就是我们90后的世界。 90后的世界。黄正龙是87嘞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提早退休。丁卯年的 Desmond 哥哥，谢谢你的承让，谢谢郑龙，谢谢。谢谢郑龙。喂，这里是哪里？很暗呢。好恐怖哦！这里还是新加坡吗？新加坡通常都是高楼的嘞。很少看到一望无际的城市。很少看到这种一望无际的地方哎。那我们要找关于什么的答案？哎，没有人嘞。可是没有卖，亮亮的可以吗？应该是可以了，他越走越靠近了，我们过去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好，有卖，有卖应，该是对的人了。是找对人了。请问你是？你们好，我是刘生，我是陆路交通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。那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晚才来找答案？这里是 MC 隧道的通风建筑，也是隧道的心脏地带。话不多说，你们先穿上这个安全反光衣，因为今晚我们要去的地方包括隧道啦，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机械的房间，所以这些地方都需要穿上安全衣才能进去。啊，我们往哪走呢？跟我走吧。啊，跟你走，走。你们好，我是刘生，我是陆路交通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。哇，高级工程师，
可以帮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对。你好，我是不是低级哈，是初级艺人阳光可乐青春活力美少女，你好，我是郭坤耀。这样可以啊这？样你要我讲亚军呢，又讲每次都讲不会累咩你就只有这个可以讲而已吗？你不讲就没有的好讲了。 ？True。什么地方呢？哇，其实我看到这么宽大的走廊，我想问，隧道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通风建筑呢？因为隧道建在地底下啦，所以它的通风系统非常的重要。就好像 MCE 我们有2栋这样的通风建筑 ，KB 更长，我们需要6栋。可是我就有问题，所以是怎么通风？开窗口吗？还是 Aircon room。啊这样子就通风啊？你们看得到这2边房间里面，其实里面都安装了大型隧道通风机。基本上这些通风机相等于2层楼高，而且它们是整个隧道通风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那你可以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大型的通风机吗？其实平时隧道正常通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可以进去的。对哦但是因为今天晚上隧道会关闭，进行我们的定期检查，所以今晚我们可以带你们进去看看。难怪我们晚上才来找答案，对就是因为他们停止运作。对对。来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哦，我还以为通风机的周围会很冷很大风。我差一点，给我氧气，很缺氧。可以吗？刘哥？可是哦，这里跟我想象不一样哦，我看不到那个风扇。我们想象的风扇是降转、降转、降转的嘞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在你面前2层楼高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型隧道通风机。那这里到底有几架通风机？你们可以自己走走看看哦。阿丁，我懂有几架。我有答案了，总共是4台大型通风机，对吗？对吗？那整个通风机就有几个了？刚才在那个大型走廊，我看到16个门，然后一个房间里有4个门，所以总共有4个房间，一个房间有4个通风机，所以总共有16个通风机。他们你的数学不错。谢谢。给你掌声，给你掌声。 Thank you。他已经背了3天3夜了。OK，那我想问，这个大型通风机怎么运作啊？它主要的功能是通过排出车辆的废气，再引进新鲜空气的原理来保持隧道空气的质量。那你说一间房间就有4个大型的通风机嘛？对那其中一个通风机坏了，还可以正常运作吗？其实一个通风机坏了，我们还有这个 backup， 所以整个系统还是可以继续的跑。哦，出了，所以不用担心，隧道还是空气很清新的，因为24小时在运作哦。很安全。原来隧道还需要靠通风建筑来让隧道里的空气流通，排出废气。难得来到这里，就要在这里打卡。现在已经凌晨12点了，我们快要开始我们的定期检查和维修了。所以是哪里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 Basement Platinum。 Brennan， 你头 No， Brennan 啦。 Basement Platinum。好，我们今天跟你去哈，你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，好不好 OK， 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请。来，跟我来。这个也蛮重的哈。对。哇，很大哎。你们要不要猜一下，在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还有下面啊。对，经过我们之前的磨练，我们拍的节目一定跟住主题去的，所以这个下面应该就是2个字：隧道。有可能是，我觉得哇，他 clap 哎， clap 嘞，so proud of me，为我妈妈感到骄傲。让他打开了，打开了。真的是隧道哎！要拍我 reaction， 快点。下面是路，哇！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是聚集在这里呢？其实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 MFD Motorized Fire Damper。汽车的废气被抽出之后，就会先经过这个地方，才被排出去通风建筑。所以会抽上去吗？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看一下它抽出去的地方。哎呀，就不要等一下了，我们就现在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跟我来。跟着你了。 OK。来，往上面看，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地方？通风机。我觉得是那个污气出去的地方。主持人，你们都很聪明。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在通风机房间的下面，所以雾气会从 MFD 推来这边，然后会被这些通风机抽上去，然后再排出去我们的通风建筑。啊，所以有进就会有出吗？不然就 stuck 在这边了。还有多一个问题，跟我来吧。是吗？那么多问题。哎呦，很安静了，我们害怕，为什么突然这么安静？你看后面这个正方形的东西吗？看得到啊。看得到啊，
这里到处都是哎，你看左边、右边跟上面对，也有要不要猜一下它的功能是什么，或者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累嘞，我们一直用脑，通常我没有带我的脑出来的嘞，今天一直用。我有呢，我觉得是一个 filter 来的。车的废气进来的时候，他们会经过这个 filter，然后再放出去。哦，我只是觉得它就是帮助吸的东西吧。其实你们的答案都不正确，其实这个叫做隔音屏了，因为大型的隧道通风机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噪音，所以隔音屏就会减低这样的噪声了。哎，对，那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大的空间没有回音哎，是因为有这个隔音板。对，真的哦，不错。你看，如果隔音屏在高处的话，如果靠人力来进行检查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而且又费时。现在我们就采用了无人机来进行定期的检查。它不但效率高，而且很精准。我们现在就让你们看一下。过来，让我们看清楚你的样子。再过来一点，哇，真是很厉害耶！所以你们是怎么用这个来检查的？基本上在无人机上面有安装的摄像头，我们的遥控器上面有显示屏。所以我发现需要维修的才安排人力去维修吗？对，哇，科技可以使我们人类更便利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要去隧道看一下？是，隧道是我们的主角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拜拜。 Thank you. Thanks。平时坐在车上都不知道，其实隧道是有设备这么完善的通风建筑哦。对呀，每次坐在车上我只是睡觉，没有注意到那么多。但是今天我们长知识了 ，Desmond， 你错过了。给你看一下。小老婆大发现。OK， 我们现在下车了。这是最重要的一幕啊！是。 Let me show you. 哇，好热啊！ You will never get to see in this lifetime. 你们看，这是空空的5条双向车道。没有人耶！是，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走在这个大马路。等我，你去哪里？黄正龙叔叔，不好意思，这是100年难得的一次机会，可能你下次就没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了。对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你错过了。以后我看到我们来跳舞。你们玩得很开心哦。哎，当然，就是很兴奋嘞。第一次哎，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请问这个 MCE 的隧道有多长？MCE 隧道它是新加坡第一条海底隧道，全长5公里，其中的3.6公里是地下隧道，当中还有420米是建在水底下。哦，所以就是说，顾名思义，上面就是海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是站在水的下面哦。哇，那这个问题真的我非常感兴趣，那怎么建造的？这个当然不是这个节目可以做得完，可能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讲。哇，很聪明耶！不要告诉我嘞。对喽，他要立到那个正经的问题。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问号房的问题，你记得吗？是。这个就是女人的回声棒，由最高的阳光可乐来拿。为什么拿这个？这个都不是很高，你叫最高的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隧道中每隔多远处就有一个逃生门呢1公里，因为在达呢你不可以加太快了，所以是60 km 包，所以如果是1 km，1 minute 就会到。OK， 我觉得是3 kilometer。乱来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？叫我猜吗？我们就猜咯。我跟他是1、3，你不要讲了哦。当然要来一个2啦。隔多远有一个灭火器或者是紧急电话？我觉得灭火器一定比逃生门还多，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应该是1公里就有一个。我觉得700米。哎呦，真的。很有信心哦，一定是错的。这个隧道多远处会有一个逃生门、紧急电话，还有一个灭火器。啊，问得很好啊。
你这边回答不了是不是？我们就走到那个灭火下面再回答。我有答案了。你有真的答案吗？可是这边不可以讲先，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啊！拜拜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来啦！哦，所以这里是这里是叫做紧急柜子，你们看得到的那个紧急电话就是上面所粘住的 SOS。其实，在隧道每100米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个紧急电话。100米，哇，这我们2个错哦。真的。所以灭火器呢？灭火器其实每50米的紧急柜子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灭火器。哎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就是一个普通的灭火器。对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灭火器。没有看过吗？不可以咩？工具。我也是懂普通的灭火器吗？这样这个电话普不普通？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紧急电话？哦，也很普通嘛，只是没有号码。对，所以我们直接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。哎，在闪了。对，只要电话一接通，这个信号灯就会开始闪。Hello， 我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只是有点发热，可不可以送凉茶给我呢？对不起啊，我的朋友今天有一点病啊，所以什么不用理他。OK， 谢谢啊，谢谢。哇，他不到3秒电话就接通了哎。对，所以这个紧急电话发生了什么事都可以打。对，只要是在隧道碰到任何紧急事故，你都可以用这个电话来联系我们的操作控制中心 OCC 的工作人员。就是马上知道我们的位置吗？对对对，电话接通之后，你可以跟控制中心的人员讲说对面的这一组号码。哎，这个很熟悉，这个是我们问号访问的问题，跟那组号码。不过长得有没有很像？我觉得是一个照片，我给了就知道我们 scan 了，我们 scan 来看。哇，你真的是照片呢！哇，这组号码代表什么？ P 是 position，13是它第13的门，M 是 mainland。等一下，我在想 PIE 有没有隧道啊？没有啦。我只想到我会 M 的英文单词就是 man 男人，所以男人才可以进去这个。那个女的到那个 end 哦，走错地方啊。 U 是男的。那让我来解释一下 ，P 是代表 pedestrian，12就是这一个直通门的号码 ，M 代表的是 MCE 隧道。如果是在 KBE 隧道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会是 P12K， 因为 K 代表 KBE 隧道。那有没有 PIE？哦，没有 P， 因为 PIE 没有隧道。哦，对哦。哦，因为它是在上面。那什么？你问的问题 invalid 啦，你害我变到这么白痴。没事，我们帮你解答了一个问题，好，不客气，好，不用说谢谢。我还有要补充的，哎，刚才你问到说每多少米会有一个逃生门，其实这个直通门也是逃生门的一部分。在隧道每100米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直通门，通过这个直通门，你可以逃到隧道的对面。那我们可以去瞄一眼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开的吗？可以开的。是的。来，走。哦，真的是对面呢，虽然看似一样，但是它是反方向的。对，我们回家再等我啦。哎呀，谢谢你让我们大开眼界啦。对哦。其实还有一个叫做逃生梯，隧道的每500米你就会有找到一个逃生梯，通过逃生梯你可以逃到地面上。哦，就是说直通门是逃到对面，对可是逃生梯是逃到陆地上，就是上面。对了，其实它们的功能是很相似的。接下来还有一个直通门，但是它跟人用的直通门有点不一样，它是给消防车从对面来到这一边的。哦，应该是蛮大的哦。 Interesting，I want go， 我要去。来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哦。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给消防车用的直通门，消防车可以从对面的隧道，在最快的时间来到这一边的隧道进行灭火工作。然后我们还有隧道的喷水灭火系统，我们也会启动这个系统来喷水灭火。那有一个小小要求，你能把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打开吗？可以，因为今天刚好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些测试，所以我们可以让你们看看。真的太幸运了！那马上来吧。好吧。非常的兴奋，也很紧张。接下来呢，我会看到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场面。我也没有看过。来了。哇，非常壮观呢！哎呀，你那个哇，通常我看到那个喷水灭火系统都是那种小小这样喷一点，可是今天我看到是要喷到很多。是，刚刚我们的
跑过去嘛，接近的时候是感受到它那个水力是非常非常强的，所以我绝对相信这个隧道是非常非常安全的。其实我还要让大家知道，如果你们驾车经过 MC 隧道的时候，看到刚才这个画面，请大家千万不要慌张哦。这是我们喷水灭火系统正在操作哦，不是海水渗透到隧道中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在海底下嘛，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误解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还是很兴奋嘞，感觉呢非常的荣幸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得到。对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，刘胜。OK。隧道中每100米就有一个直通门，还有一个紧急电话；每500米呢就有一个逃生梯。下次如果你们遇到紧急状况的话，不要慌，不要忙，记得往安全的出口逃生哦。我要在这里打卡，耶！小老婆大发现。车辆走过这个隧道都不会注意这个白墙，为什么要清洗干净呢？这非常重要哦。清洗工作是为了加强隧道的亮度，让墙上的交通标志更加的清晰。主持人，我有问题要问问你们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我们站在这里这个角度呢，你就是要问我们在隧道中如何分辨白天和黑夜，对不对？对你知道了，要问这个问题，那你知道那答案吗？不知道。就让我告诉你们答案吧。其实看灯管的颜色就知道了。在白天驾驶的时候，隧道的出口处和入口处的灯其实是橙黄色的，因为白天隧道的亮度和外面的亮度相差太大了，所以橘黄色的灯在入口、出口处可以让你们进入隧道之后可以更加适应隧道的环境。哦，但是到晚上的时候，在出口、入口处全部都会是白色的。哇，真的没有去注意的话，真的会错过很多这些小小的细节。好，你问完问题，到我们有问题问回你了。你们又有问题？请问，在隧道中车子抛锚了怎么办呢？首先，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，然后慢慢的把你的车驾到路肩边。但是停车之后，千万不要站在车的后面，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哦。尽量站在路肩的平台上，耐心的等待拖车的到来哦。原来我们每天路过的隧道是有这么多学问的。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道路，而是一个伟大的工程。不管是通风系统、防火设施，还是最重要的安全装备，都很完善。我们做的这一切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大家在使用隧道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舒适与安全。说得好，说得妙，说得呱呱叫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带我们去逃生梯走一走，那就更好不过了。如果你们不累的话，我就带你们去走走吧。要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就是一个逃生梯的入口了。哦，就是这里。对了。哇，很长呢，又长又高，给你们看。哎，有电梯吗？我现在突然觉得我有事情，我想先走了。如果你可以带我们去逃生梯走一走，那就更好不过了。还有。到了，这个是 exit 嘛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看到，快到了未来的出口，快到了。到了。哇，到外面了。哇，外面的空气好清新哦。新鲜空气，可是为什么暗暗的？当然啦，现在是凌晨5点多哎，是乌漆嘛黑的。我看还是白天再带你们过来一趟吧。那应该是可以回家了哦。我也是想要回家了。那谢谢刘森，谢谢你陪伴了我们一整天，谢谢你。啊，不用客气。其实我很开心可以带你们去 MC 走一趟。是，让我们更加了解隧道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还有一些坐汽车经过隧道的时候没有留意的一些小细节。今天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我的很多第一次都在这里。不要听他讲很多第一次的，去哪里都是第一次的。我们走，回家睡觉。累了。
你觉得是这里吗？应该是啦，那天很暗，看不到什么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里嘞。不像嘞。不要笨啊！哇，七早八早看到鬼啊！你咯，哎呦，这里有这么多逃生梯的出口，这个肯定是其中一个。你又知道，那你有没有雷？我知道的可多了呢。MC 停止通行码，5条双向车道关闭，进行检测工作。可能是我们的老大哎。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不要这么讲，我还知道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偷讲我的坏话。没有他说而已，我没有说。没有，他说是你说。你懂为什么今天会我们拍 overnight show 吗？因为我们年轻，我们97，你96。哦对哦，那才没有找正啊，他的身体不可以啊。呀，复合不来。如果他拍个 overnight show，我们至少1天休息，我们可以继续做工了嘛。是。可如果是他拍，有可能1个星期休息，然后公司一定会有损失的，不要。到底是谁？他。谁？你好，我是你是谁 Vincent，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助理运营经理。我是来帮你们解答你们的疑问。那我有问题要问了，所有逃生梯出口的建筑都是这样的吗？ MC 滨海快速公路隧道的都是长形的建筑，至于 KPE 的呢，则是椭圆形的建筑。哦，那我想问 ，MC 隧道一共有多少出口啊？ MC 隧道总共有23个出口，KPE 隧道呢则有42个出口。但上一次我没有机会看到你们的逃生梯，这次我可以从这边进去看吗？这个逃生门从外面是无法打开的，只有从隧道里往上走才可以打开这个逃生门。上来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联络你们的亲属啊、家人啊来这边接你们，或者去寻求援助啊这些。哦，但是稿好像有写什么中心的啊？联系你要去什么控制中心啊是不是做控制中这心啊是？什么地方可以去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了解更多的详情。太好了。 ？Let's go。原来这小屋呢，就是逃生梯的出口，每500米就有一个，在这里打个卡做个纪念。 三位主持人，请随我来。这是什么来，会议室啊？是没听到你们等一下就会知道了。哪里？请站这里。哦，来，哇，很壮观哎！这里就是我们的 OCC 控制指挥中心。哦，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有打的那个 SOS 的紧急电话，就是这里接通的。哦，你们有打？是的，我们这里就是接通所有的紧急电话的地方。然后呢，通过我们的监控摄像机，我们就能探查到全岛的交通情况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荧幕？你看那个，问号房。嗯，对，题来，来，什么问题呢？这是什么？这个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心电不图，可能啊！这样这个人很虚哦，很虚哦。然后他心跳只有这样而，且很不规律。可以给一点提示吗？交通。这哦，我懂了，接下来给你看哪一个路不平。红绿灯的东西，刚才何门讲了一个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，就是那个路的平顺度，但是他不可能用画的吗？完了，没有，他可能有一个机器这样推，哦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数据，但是新加坡的马路很平哎，很美哎就。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工具，所以很平。到底这个图表代表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是个速度图。我举个例子来讲 ，PIE 走向樟宜的方向，它在25公里那边有一个下降的趋势，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个摄像机去看那里到底有没有发生任何异常，或者是有任何的交通意外等等。哦，所以那个下降就是代表着哦那边的车辆的速度比较慢，所以就是有 jam。对，如果有意外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执勤人员就会派遣交通护卫或车辆救援队去协助，希望能够把交通恢复正常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会通知交警到现场维持秩序。哦，怪不得啦，因为有几次我开车抛锚停在旁边，我都还没有打电话叫救命，就有拖撞来载我了。我想怎么可能？哦，原来是这里。这里有监控，是。操作控制中心全年无休，工作人员每天都靠好眼力和经验来监控全岛各个路段的路况。这样才能让驾驶人士、行人安全的使用公路。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，才可以马上的应对。我们在大荧幕前面打卡。我觉得我最近跟他们2位男生一起拍摄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长高了，尤其是我的脚长了。
没错，因为可乐叫我拍照，对要拉长你的腿。是，哎，可以教你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教你们，如果你们想要拍照的时候，看起来你们比较长、比较高的话，请记得一定要一起做，1、2、3。那我身体要往后仰。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你。